日本的大正时代呢并不长，1912年到1926年仅仅15年而已，但是却是令日本人怀念的年代。虽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明治维新的方式就已经决定了军国主义的日本，但是回顾自由主义和民主化运动高潮期中开放与蓬勃生机的大正浪漫时代，难免让人陷入幻想，是否日本本来是有更好的历史选择可能性的。那么今天让我们从人们生活的角度来介绍一下大正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里是花善里，记得点赞分享哦。说到大正时代呢，人们第一反应除了大正浪漫，我想还有一个可能是大正德莫克拉西。通过明治维新，日本社会迅速的现代化，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废除了江户时代的身份制度，原则上呢，民众应该被平等的对待。尽管如此，权力事实上仍然是集中在天皇和政府的手中，民众因此感到不满。于是大正时代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一便是参与民主化运动，实现真实有效的选举，结束天皇或者少数政客做决策的政治系统，要求劳动者权益，要求国民代表实际有效参与议政，是大正民主运动的4个主要方向。因此可以说大正时代是承接从集权到威权的明治维新之后，进一步从威权向市民社会转变的过渡期运动。在全盘西化的思想下，劳工权益和妇女权益的活动也很容易变成政治运动。当然，这些运动早在明治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大正时期有明显的加速扩大市民权利的变化，因此被称为大正德莫克拉西。这种加速开放的风气和预期不仅是在政治上，也大大的影响到了工作方式、家庭结构、交通网络和饮食习惯等等，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自由主义风潮也在文化和娱乐等方面蔓延开来，这个时代正是这种趋势的开始。个人生活最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新兴的工薪阶级。现在的我们看到的是存在多种生活方式，但是宏观上呢，以工薪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中坚力量，似乎现代社会理应如此。但是在亚洲，即使是日本这种先发国家，工薪阶级的起势也是要到20世纪的大正时代。明治时期呢，虽然被称为文明开化，但是一个国家要从差变好哪有那么容易？即使国民勒紧裤腰带努力了数十年，即使有战胜大清和俄国这样的大运，但是到了明治末期，农业生活方式依然是主流。日本真正的大机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引发的技术革新开始让日本有了后发先至的机会，从而走向了工业国家，同时也迎来了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时代，这导致了更多的劳动力需求，也需要企业管理体制的完善。于是呢，处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工薪阶级开始大量出现。大正时期拥有大学学历水平的工薪阶级，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大约是50到60日元。与此相对应的，当时1升米的价格是50钱，一瓶啤酒35钱。东京市区内的出租车是均一价1日元。这些东西呢，在农业革命前的当时比现在的价值高很多。而工薪阶级毕业的第1年就几乎可以自由的负担，可以说是收入相当的丰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了经济腾飞，薪水也进一步飙高，一个人的收入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的工薪阶级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全职主妇这一阶层也开始出现。那么说到这里，第2个生活改变，那自然是家庭结构。大正时代前的日本人家庭依然是多代同堂，所有的中青年家庭成员都要全职工作，这样才能负担家庭的开销。但是大正初年的统计，在东京、大阪、福冈这样的大城市中，由1个成年人或者是1对夫妻带未成年人子女的小家庭已经占了人口数的50%。有趣的是，可能是因为大正时期日本人对将来经济发展的高预期，许多大家族迅速的解体，放弃了地方上的宗族优势，放任小辈们去城市打拼。工薪阶级和来自农村富足的城市打工人组成了新兴的小家庭生活方式，从传统的大通铺长屋居住方式，很快的转向了模仿欧美的集合住宅居住方式。这种集合公寓的名字也是直译的英文，就叫 apartment。 和现在穷人才住 apartment 不同，当时的租金很高，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奋斗目标一般的存在。直到1923年关东大地震，震后重建房屋基本都是 apartment。 那么在东京，这种新的居住方式就真正普及开来。而在全职主妇大量出现的同时，积极参加到经济和生产活动的女性数量也迎来了爆发。更准确的说，是女性们在积极的参加社会活动。大正时代，出身良好的城市居民作为个人生存开始变得简单之后，女性以自立为目的的参与到工作很快成为了城市的主流。这些以自立为目的工作的女性当时被称为职业妇人，她们的工作范围很广，
从制纸工厂等等体力劳动，到服务业如餐厅侍应、剧场女演员或者是公交导游，也包括电报员、公务员等等文职工作和打字员这种高技术工作。当时的打字员呢，不只是简单的帮助客户敲打文字，工作内容也还包括了校对文章、纠正错误。有些公司甚至要求能够处理一门外语。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校对工具、没有翻译软件的当时，这些都是非常高门槛的技能。因此，打字员的薪水是职业富人们能选的工种中收入极高的。优秀女性们便以此为目标，慢慢的挤走了男性从业者。社会上也形成了打字员就应该由女性来做的印象。大正时代的女性解放还表现在服饰和时尚的自由化。明治时代的女性中流行的是被称为束发的，融合了西方审美的日式发型。到了大正时代，女性们要求解放，拒绝符合当时男性审美的黑长直发型。大正新的流行发型是被称为耳隐的波浪卷短发和齐耳短发。此外，大正市民女性的服装也从日式服装为主变成了塑身洋装为主，华丽图案和高跟鞋开始流行。这些在当时象征着女性的自信，这种打扮在当时被称为 modern girl。 此外呢，大正时代在饮食方面也开始解放，出现了大正三大洋食的现象。在明治时代，其实西式餐饮并不十分流行。到了大正时代，舶来料理方式开始向市民阶级普及，其中以最受欢迎的咖喱饭、可乐饼、炸猪排三者并称为大正三大洋食。这些都是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口味而改良后的西餐。由于制作门槛较低，成为了最流行的。同时被以日本人的口味改进的呢，还有从中国传入的料理方式，称为中华料理，比如炸肉丸、蒸扇贝、炸鸡等等。不过无论是大正三大洋食还是中华料理，都需要使用大量的肉。当时肉类是昂贵的食材，这些菜式一般民众也很难经常消费，日常还是以和食为主。另一方面呢，大正时代市民消费也开始兴起，逛百货商店和去餐厅吃饭成为了人们的消遣乐趣之一。明治时代出现的百货商店是曾经江户时代有实力的五福店改变了经营风格之后产生的。从一开始，百货商店就主打经营各种商品，并且在商店内设有餐厅区。进入大正时代后呢，这些百货商店餐厅的菜单也开始多样化。除了上面说的三大洋食之外，其他的改进西式餐食的套餐和三明治等也很受欢迎。在休息日前往百货商店购物，然后在餐厅吃一顿，成为了当时女性和孩子们的一大乐趣。大正市民生活的另一大特征是对权力祛魅的媒体们。大正时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使言论自由的概念广泛普及，报纸和杂志等媒体也蓬勃发展。新媒体们更多的是与市民共鸣，内容从明治时代媒体的宏观叙事迅速地转向了生活。综合咨询杂志、文学杂志、经济杂志和女性杂志迎来了热潮。大正年间短短的时间就有了数百份新创刊的杂志。当然，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正流行的媒体不仅有活字印刷物，电影和收音机也开始流行。当时的电影被称为活动照片，在明治后期呢就已经传入了日本。日本国内的电影制作也开始于明治后期。然后还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盟友美国的电影大量的进入了日本市场，大大提升了日本的电影工业实力。大正时代的市民可以消费高质量的电影了。而广播给日本人带来了更大的冲击。1925年，日本首次播放广播，很多人听到这看似普通的盒子里传出声音时都大受震惊，留下了不少当时日本人惊惧逃跑的画作和照片。当时甚至传闻，如果一不小心调到了来自美国的广播，听了之后头发会变红。不过也就一时，人们适应广播比大正时代的结束还要快。不到1年，广播就成为了庶民主要的信息来源，这直到后来电视出现才被改变。最后一个大正时代生活中要适应的常识改变是贫富差距的日新月异。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社会不同阶级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则要面临着物价暴跌和凶年的困境。一些农家开始将孩子送到工厂打工，也有些放弃了农业，直接搬到城市生活。然而这些人基本不会因此过上富足的生活，他们就算父母和孩子都在工作，也只能是勉强的维持生计。当时进城务工者被称为细民，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只能拿到非常低的薪水。尤其是进工厂的女性和儿童，还会面对相当恶劣的劳动环境。细民们的居住环境也不好，大多都是住在简陋的长屋中，住得起的大小甚至不足以让全家一起躺下。饮食则是更加糟糕，连剩余的饭菜都需要花钱购买，甚至剩饭剩菜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有些人只能去监狱吃囚犯的残羹剩饭。
总之呢，在他们身上，城市的繁荣与贫困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薪阶级毕竟还是少数，直接生产价值的还得是这些底层的工人和农民。虽然大正德摩克拉西时代中，平等思想与自由主义是运动的主线，但是不幸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而大正时代的魅力是，那些实际上作为中间剥削阶级，得到了生活水平提升的城市精英们，却大多都勇敢地站出来，为市民们争取权利。直到我们众所周知的大正末期的事件，使得他们要么离开了，要么声音无法再被听到。昭和时代到来后不到10年，新的中间精英阶层们都理智地选择了符合自己阶级的立场主张，最终大正时代只能是让日本人怀念的短暂浪漫。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哦，我们下期再见。